嫌疑最大的是梅铮，因为只有他知道江婷的住址。但我觉得另一个人也有可能，李沐风。他不希望梅铮涉险，他不想让梅铮卷入到江婷和张元的纠纷当中去，所以提前偷偷地把江婷的家庭住址告诉了张元，趁梅铮不在，张元强行闯入了江婷家中，这样一来，整起案子就可以和梅铮撇清关系了。在公开听证会上，梅铮亲自揭开了14年前的秘密，他让所有人都知道张元就是他的仇人。在这种时候，人往往会说一些利于自己的话，但梅铮却恰恰相反。我想了很多种可能性，我觉得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想保护另一个被怀疑的人，另一个和张元案有关的人，他们不希望我们发现。打个比方，就好像，怎么说呢？就好像遍体鳞伤的两个人，拿着刀砍了对方的手，看起来好像是互相伤害，但实际上，他们是要帮对方断腕求生。我想了很多个方向，但万万没想到，他们是为了情。14年前的时候，李沐风曾经想过认罪。那时候他就问过我，梅铮会不会被逼问强奸未遂的过程？如果梅铮要在法庭上陈述强奸的过程，那他宁可认罪，宁可认罚。但他一直坚称跟梅铮不熟啊。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他是喜欢梅铮的。现在学校实行的是最严格的管理，有警察24小时值班，任何尖的东西都不让带。您真的不用担心。好，我知道，您真的不用担心。这个梅铮真是个祸害，谁摊上谁倒霉。江婷，你不怯场，表达能力又好。要是警察来询问情况，你尽量保持客观，但也不要多说，让这件事赶紧过去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老师让我去见警察，我都要吓死了。我说什么呀？你不知道梅铮是个什么人吗？啊？他就是个婊子。好多人都看到他带着高年级的男孩跑图书馆去约会，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，背地里四处勾引男人。不只是周林，还有李沐风，这俩人肯定都以为是他的正牌男友呢。要不怎么就打起来了呢？听说他现在还和大学的一个老师走得特别近呢。说不定他就是为了甩掉这俩人，故意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梅铮同学，请你仔细回忆一下2009年6月28日下午17时，在五原三中旁边的图书馆，那天到底你看到了什么？当时周林有对你做什么吗？他在书架中间挡着我，不让我走。你有试图去挣脱他吗？有，我想要挣脱他，可当时他拽着我的手。他抓住你的手，然后对你做了什么？他一直都拽着我的手，他不放开，不松开。
我当时很害怕，我特别害怕，我不知道，一直在喊，我让他放开我，我一直在喊。然后周林又对你做了什么？我很害怕，我当时很害怕，他当时的表情很吓人，然后他不说话，然后我也记不清。我概括一下你的核心证言，我们需要你确认一下。说的好吗？求求了！我想把那天的事情忘掉，我想忘记那天发生的事情。10几年前我做错事，犯了错，伤害你，更伤害了他。张远闯进你家之前，家里来过别人吗？他说我做芦笋从不削皮。张远他迟早会找上门，但他提前来了。到底是谁把江婷的家庭住址透露给张远？我们又找人尝试了一下，手机数据恢复出来了，怎么样？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一部崭新的手机。不对呀，不是说周德龙拿这部手机直播过吗？云空间呢？查的怎么样？查过了，神院技术中心和网络服务商回复了，在他们的服务器上没有查到周德龙实名注册的云空间。不对，这肯定不对。我们得再去一趟东郊。周德龙的力气远不如段宏山，他到底是怎么拖动段宏山的呢？我知道了，拖板车。这对于他来说最熟悉，也最有利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是黄鱼怕见光，你从水里一出来，不大一会儿变色了。师傅，我真的是不小心的。哎呀，算了，放回去也来不及了。你把死的扔了，把那活的给我抬屋里去。啊，行。梅珍说，在哪儿捡到的手机？他说是在养殖区外。如果段宏山跟周德龙是在这儿打斗的，手机掉落了，怎么会飘到养殖区外呢？除非周德龙像他一样把手机扔出去了。那他是为了销毁绑架段宏山的证据？说不通啊！那既然要销毁证据，为什么还要直播呢？还有一种可能性，捡到手机的人在。周德龙的手机你还记得吗？手机，我不是已经交给警察了吗？我想知道你交给警察的是周德龙的手机吗？当然了，就是水里面捞出来的那一部。我之前说过了，段主任他帮过我，我呢就是想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那为什么手机里什么都没有呢？我来说一个可能性吧，好吗？你说过，
周德龙一直盯着你，会不会你早就知道了周德龙的计划，然后想用段宏山来把周德龙这个大麻烦给甩了？但是，你又怕他的手机里有你的不利证据，所以你假模假样的去捞出了手机，再然后换了一部，交给警方。我找到了一部手机。是这样吗？热心市民梅女士，方副检察长，你没有证据吧？梅珍，你知道你这个回答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或许周德龙本身就没有存什么东西进去啊。可能吧。打扰了。慢走啊。啊，你家新买的风铃挺好看的，玻璃做的吧？要好好复习啊！下一次给你们补课的时候要考你们的。知道了。上次看到哪儿了？知道。不知道，你赶紧把你书拿出来。咱能不讲课吗？现在不讲课讲什么？讲的是八卦。快点！给你讲赵亮的事还没给你讲完呢。你别讲赵亮事，快把书打开。不要。快点，57页，是不是57页？我给你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4条、第20条第2款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全体起立。被告人李沐风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判决结果出来，如果对你不利的话，你要在里面待很长时间。你想好了吗？这是你的人生，你本来有大好的前途啊！要是有什么没说的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都不是我的，
我不是故意伤人。周林要攻击的并不是你，是你的学姐梅珍。你为什么拼了命的保护她？对她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吗？不管是不是她，有没有情感，看见有人受到侵犯，我想我都会站出来，我也应该站出来。秦烈，李沐风，到，你过来，有信。我帮过你一次，我想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李沐风，李沐风，李沐风！李师傅，过段时间是我们海洋馆开业10周年的纪念，我们想营造一点节日氛围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这里地方不大，希望你能给我们想想办法，把我们这个长廊啊给装饰一下。好，明白。那你费心了。妈妈，水里有人。几位师傅，咱们往前面看看啊，走吧。它是美人鱼吗？不是美人鱼，它是潜水员，估计在水里捡垃圾的。小梅啊，你怎么又下水啊？天天在水里面泡着对身体不好。你这人也挺奇怪的，一天到晚总喜欢在水里面泡。我在水里感觉自在。你这丫头啊，真犟。下班了，像那么回事吧？这些装饰品啊，可是我们专门找了做玻璃的工匠师傅给做的，好看吧？真美。你冷静点，你为孩子想一想，你为孩子想一想。
按照咱们说的那样做，行不行？怎么做？杀了他！我跟你说，杀了他！我说杀了他！好嘞。这个。哎，还是你啊！找不着江婷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为什么要帮我？都过去了，所有被盘问的日子都已经结束。这个是周董龙的手机，你看到了。我把它捞上来以后，买了一部一模一样的调报交给警察了。手机内容你看过？现在交出去，或许能救董杀一命。我想要把一切都抹掉，我要忘记所有。李梦峰，现在我对你真的没有秘密了。既然要回来，就彻底一点。这应该就算是结束了吧。你知道玻璃为什么有这么多种颜色吗？金属的氧化物，也就是着色体，每种金属元素都会有它独特的光谱特征。
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吧。工作时间发什么验证码呀？手机有在看。不是，我妈新换了一手机，她不会弄，我就把她手机上所有的软件都绑的是我的手机号码。没想到你的心还挺细，那你快点弄吧。小周，哎，来一下，你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一下，快点啊！几位领导，里面请。好，非常感谢百忙之中来我们这参加听证会，里面请。小徐啊，你带几位领导到里面休息一下。好，几位领导这边请。好。今天，五盐市检察院在这里召开428案的听证会，通过视证听证的方式，听取各方意见，为本院依法公正办理刑事案件提供参考。为此我们邀请社区代表、案发现场的渔场代表、公安系统代表、律师代表，还有法学专家，作为本次听证会的听证员。这位是主办检察官方凌渊。今天呢，由我担任本次听证会的主持人，我是市常务副检察长徐景怀。听证会现在开始。段洪山，你一直声称周德龙在对你实施绑架之后，进行了全程的网络直播，包括其对你囚禁和虐待，是这样吗？是。你说你记得周德龙的手机型号，再确认一下，是这台吗？是。经过技术检测，这个手机中并没有检测到任何和直播相关的内容，这完全是一部新的手机。所以，段洪山的关键证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撑。但是各位，关于这部手机，我们还找到了另一个疑点，就是它被发现的位置。主持人，我向您申请离座，向听证员展示说明。好，同意离座展示。各位，这个是我们根据案发现场还原的渔场模型。当时周德龙与段洪山搏斗的区域在这儿，而周德龙遇害的地方在这儿。手机掉落的位置在这儿。从这个距离看，手机到案发现场应该有5、6米吧？
准确的来说是8米。段鸿山，手机是怎么掉下去的？我当时没有注意，栈道很窄，周德龙的动作又很大，应该是在追逐、攻击我的时候，手机掉到海里面去。我们家渔场我清楚，就算是手机掉下去，也不可能飘那么远。你的渔场是开放水域，手机隔了那么久才找到，随着水流的移动，也很正常。不正常，大家请看，这是渔场的资料。案发现场是养殖区，为了防止鱼群跑掉，渔场周围都围了一圈渔网。这个是和渔场相同规格的渔网，而这儿是周德龙的手机，这是和周德龙手机型号相同的模型。大家认为手机能够穿过渔网吗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是个老渔场，会不会因为年久失修有个窟窿什么的？我们带着同样的问题去渔场做了调查，调查发现，在案发前1周，渔场因为年久失修，所以更换了新的渔网，并且没有损伤。这个渔场老板可以证明。没错，前段时间刚换的。这个渔场啊，就在我们断科镇啊，这一段。根据证人梅征的说法，手机发现的位置在渔网外，但实际上，这个手机根本没有可能穿过这么小小的渔网。如果是，那肯定是有人塞过去的。如果是有人塞过去，那手机上一定会造成损伤，又或者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这样。用这样的方式丢出手机。我们测量过，渔网的高度是3米5，需要很用力才能将手机丢出去。如果这么做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销毁手机，隐藏里面的真实内容。有证据指向将手机丢出渔场的是什么人吗？我认为，这台手机是能够证明段鸿山正当防卫最直接、最有效的物证，所以扔手机的人不会是段鸿山。这件事情，我还想聊一聊我的另一个发现。14年前，因为周德龙和周玲的母亲分居，原本应该对父母双方进行司法说理的流程出现了纰漏。等段鸿山再去找周德龙的时候，他发现周德龙已经将恨意发泄到了梅珍身上。其实我就是一直在找一个人。段鸿山在五原市到处找周德龙，他都没有找到。直到李沐风案已经过去了几年，他也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他来到了一所高校附近。好像没有哎。哦，那行，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，谢谢。好。段鸿山认为这很可能是周德龙做的，他也许还会再来这儿。梅征，嫌疑人段鸿山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你时常会再访受害者和加害者，你再与梅征接触，一方面是为了不再让他受到周德龙的骚扰，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到周德龙，是这样吗？
是。周林的父亲是有来照顾你吗？之前来过。其实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他。如果他再来找你的话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他不会再来了。我马上要离开学校了。他在教学楼还有宿舍楼下贴过很多次那样的告示，同学们看我的眼光都很奇怪，我待不下去了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，你随时打电话。从已有的调查结果来看，周德龙确实绑架了段洪山。疑点就在于绑架之后发生了什么，只有段洪山一个人的口供。是，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是蓄意谋杀。他什么意思啊？他站段洪山那头了？各位，据我们调查，周德龙就住在段洪山家小区里，而且是同一单元、同一楼层，一墙之隔。段洪山住这儿啊？啊，那儿。我们还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监听的设备和凶器，包括和段洪山相关的大量资料以及照片。我们向房东确认过，周德龙是去年开始租住，这足以说明周德龙是蓄谋已久。哎，段洪山，有一点我很好奇啊，你见没见过周德龙？你们两家墙连着墙，你不可能没见过他。我也许见过。4月27号那天晚上，就是我被绑架的当晚，我在阳台上曾经看到楼下站着一个人。当时他站在雨中站了很久，我当时没有在意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人的身高、体型和周德龙相仿，但是我并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周德龙。这很显然，段洪山不管是出于对自己或者家人生命的保护，还是对仕途的保护，段洪山对周德龙起杀意是完全可以成立的。是啊，段洪山和周德龙这两个人结怨这么深，这明显就是故意杀人呐，然后再利用他的法律知识脱罪。我没有这几位专业啊，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，你从出了门到消失这一段路程，所有的监控都没有周德龙的身影啊。我是江庭案的主办检察官，梅正打电话给我，说想约我见面。一定要今天。或许是他想告诉我一些和江庭案有关的消息。周德龙既然一直都在监视梅正，那也可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次见面，所以提前做了埋伏。这么看来，确实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监控里没有周德龙。如果不是蓄意绑架的话，不必去故意掩盖行踪啊。根据新的补充侦查，整个幸福里小区有1000多户，只有少数10几户人见过周德龙，见的时间也非常奇怪，要么是在清晨，要么是在深夜。你是说，段洪山也许根本没有见过周德龙？我只是提供调查事实。关于段洪山平时是如何处理案件的，各位都有耳闻啊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李沐风申诉会的直播。从这些年他对李沐风的态度，不难看出段洪山周到细致。面对争议比较大的案子，我们很多人往往会因为现场的惨状，或者是受害者的遭遇而失去判断力，但是他不是。段洪山总是客观冷静的处理好每一个案件。我认为他真的是一个把每一个当事人都放在心里的人，让每一个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。做过好事的人，就永远不会做坏事了吗？我依然认为，
段洪山故意杀人嫌疑很重。作为一个从检多年的检察官，如果真的是正当防卫，那不可能处理不好。段主任在几件刑事案件中，就因为漂亮的处理方式而受到了表彰。为什么到了自己的案子，他第一不能证明自己生命受到了威胁，第二不能从周德龙手中逃脱？作为一个资深的检察部主任，这是不是太反常了？所以您的意思是，您认为，作为一名检察官，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，都应该时刻保持冷静、客观、理智，甚至都不能够拥有一个人该有的情绪，是吗？案发当天，你到底是理智还是焦躁？我们可以从你的行进路线上看一看。这辆车是段洪山当夜开的车，对吧？是。刺伤周德龙之后，你开着这辆车离开了现场，然后去了最近的派出所，是吗？是。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能想到的是第一时间去公安报案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当场的证据。当时我能开的只有这辆车，是周德龙绑架我来的车。从段洪山被劫走的路口到渔场，路程为25公里，而从渔场到最近的派出所，路程为7公里，共计32公里。段洪山报案时说，车里的里程数显示的是35公里，这多出来的3公里，您能解释一下吗？当时天上下起了雨，视线不好，路况也不好。根据当天的天气预报，12小时内降水量为27毫米。我经常往渔场跑，就这点水啊，还算不上暴雨，不可能看不清楚。我刚刚死里逃生，我对那个附近又不熟悉，就算绕了路，就算走错了路，也都属于正常情况。所以说，你当时很紧张。是。那你还能注意到里程数？注意现场细节，是我的职业习惯。段洪山，你这一会儿紧张的，一会儿冷静的，我是真不知道你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你这个人有点太不老实了。按照段洪山的描述，周德龙扑向自己时已经挣脱了绳子。这里我有一个疑问，既然你已经挣脱了绳子，你没想过逃跑吗？遇到危险马上逃跑，这是人的本能。如果有机会逃跑而不逃跑，反而提刀反杀，这可不是正当防卫啊！我曾经尝试着逃跑，但正如方副检察长所说，渔场的周围全都是铁网，我连跳海的机会都没有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跑不了。所以周德龙挥刀追上了你，然后你就夺过刀刺中了他。不，我确实夺过了周德龙的刀，但我并没有立刻刺向他，而是我想用刀把他逼退。但是周德龙不顾性命，继续的追赶我，攻击我。我的头上有伤，还在流血，我的腿被渔网死死缠住。我当时生命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，那一刻我无法保持冷静的思考。段洪山，会不会是因为周德龙举报了你，威胁到了你的前途和家人，你就杀了他？我是自卫。周德龙手持铁钩向我的脑袋砸来，我只能反击。明白。真是滴水不漏啊！你刚才的表述很反常。对你不利的时候，你就说你很紧张；对你有利的时候，你的陈述条理清晰，思维敏捷。我现在更加怀疑，你为求自保，杀了周德龙，最后伪造了正当防卫的假象。推论没有证据。我的推论没有证据，但你的叙述也没有证据。刚才教授已经说了，既然没有证据，就无法证明你是正当防卫。即使你想用疑罪从无来脱罪，我们侦查机关也不会放过你的。
我们会继续侦查到底。今天的听证会就到。等一下，云空间里有视频。还有视频？当时我想过，如果周德龙的手机开通了云空间，那也许会在里面找到视频的证据。但是我们找过了，没有。在听证会开始前，书记员丁一的一番话，打开了我的思路。我让助理员去查，现在查到了。让我们一起看一看那天的真相。这是周德龙用周玲的手机注册的云空间。妈妈，雨停了。是啊，雨终于停了。窗台之外是悬崖的等候，走过路口。经听证会合议讨论，428东郊渔场杀人案，嫌疑人段宏山属于正当防卫，不予批捕。终于走到迷宫的出口了，满意吗？你的手续很快就办下来了。按照我对你短暂的了解，你会根据真相做出决定。因为我知道，你希望我们看到真相的另一面。这些天我待在看守所里边，试着用嫌疑人的心态去思考发生的一切。当我理清这一切之后，我才知道了幕后黑手真正的动机。他是要把我和整个检察系统摆上天平的两端。其实，从你自首开始，然后你一直保持沉默，到你解除委托律师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保护一个人。我在想，你保护的是谁呢？后来我想明白，你保护的不是一个人，你保护的是我们整个检察系统。对吧？
你说的伟大，我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脱罪的人。很了不起。也许那个人想报复的也不是你，他想报复的是法律，是检察系统。这个人对法律有着很深的理解，有着缜密的思维，有着周密的计划。你早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，你不也是吗？是你，是你一步一步的引领我找到他的。直播的弹幕有很多，你单单背了4条给我听，有2条还是你编的。你就是希望我能找到问题，发现是同一个人发的。你找到问题了，我不能让你失望。他把我放在和他一样的处境当中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让我找出了他。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除了反击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但是，一旦我们反击杀了人，又会背上杀人罪的判罚。在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会痛楚地问出那句话，包括我自己：除了反击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，去一个更广阔的地方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。你呢，就拿着你所有的作品，到海边去开一个玻璃工艺品店。我可以教人潜水，在海里，在海里就好像那些鱼一样。我会在车站等你。开车前你一定要来。他不会来了。其实我本来是想阻止他的，但我知道，不到今天这样的结果，他永远不会理解14年前的良心。可要报警了！我受够了总是要被警察拦下。
李沐风去哪儿啊？这次上城。他是3中的，14年前杀过人。美术馆有我的展出，我想着离这儿近，有空的话你可以带他们来看看。店里忙，甚至空啊，连我妈都不愿意见我。妈，我的人生彻底毁了，除了死，难道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可偏偏就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竟然是他，是周德龙救了我。他被周林的去世所刺激，时常会神志不清，甚至会把我认成周林。他从始至终都认为是梅正杀了他儿子，他恨梅正，更恨你一直在帮助梅正，觉得你们关系不正常。为什么救我？对不起。用不着。玲玲也听不见。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？给我个机会补偿你。没法补偿，人死了，活着的人遭罪。血扔河里，就当你死过一回了。我说，以后别再跟着我了，回去吧，啊！叔叔，我只是想补偿你。该补偿我的不是你，是那个勾引我儿子的梅正，是那个黑白不分的检察官。你被他们利用了，错的是他们两个。其实错的还有我，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，才会给了那些人伤他的机会。
如果当年没发生那件事儿，我儿子周林应该就是你这样。你知道吗？我经常在梦里看见琳琳，琳琳就站在那儿，离我不远，浑身都是血，冲我伸着手，就像小的时候让我抱抱她，又像让我拉他一把，可我什么也做不了。叔叔，如果当年被捅的人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去死，替周林给你们家赔罪。我们都以为周德龙恨你，但恰恰相反，你用另外一种方式一直在陪伴着他。林木峰，你实话告诉我，琳琳是不是梅正杀的？你是替他顶罪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女人绝对有问题。什么？江婷的案子，段洪山要给判正当防卫。江婷案有了梅征的证词，大概率是正当防卫。伪证，肯定是伪证。我要举报段洪山，这次我一定要把他从检察官的位置上拉下来。段主任现在是第一检察部主任，想把他拉下吗？不大现实。林木峰，你聪明，你肯定有办法。要不是段洪山，你就不会被人当成是杀人犯，琳琳也不会背上强奸犯的污名。我们不能放过他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都太危险了。我连死都不怕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得癌了，我最多还能活2个月。
我最怕的就是在我死之前看不见段宏山遭报应。琳琳走了，我的心早就跟着她一块儿死了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你好像让我又看见了琳琳。这几年，你又让我过上了有人陪的日子。足够了，我现在就剩下一件事儿必须得做，就是要让段宏山付出代价。不然也的办法。你的计划很完美，不用自己动手，既能报复我，又能解问法律。知道吗？制作玻璃需要在1200度以上，只要温度够高，没有什么是不能融化的。而玻璃的存在，就是为了能够让人看清。你现在看清了，可又能做什么？洗个热水澡，感觉好点没有？好多了。一会儿吃完饭之后自己把药冲了啊。嗯，好。什么东西啊？漂亮不？挺漂亮的呀，哪儿来的？李沐风哥哥给我的，保佑我面试顺利。李沐风？嗯。他什么时候见到你了？就下午放学啊。他去学校找你了？嗯。哎，沐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附近送货，来打个招呼。我做了一个小物件送你。我今天下午才刚见过他呀。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我们两个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药没到？可以啊。你赶紧把药趁热喝了啊。嗯。我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去哪儿？我去见一个朋友，很快就回来。饭药喝完之后，尽快把作业写完，9点之前准备上床睡觉。你也早点回来啊！哦。别忘了明天还有面试。忘不了，那你也别忘了啊！明天把秋裤穿回来。这春捂秋冻，老话说的，你看今天下一场雨，一下多冷啊，一下就感冒了，是不是？知道了，你快走吧。什么态度啊！我这话没说完呢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啊。嗯。
等你把段鸿山带走渔场之后，就打开手机上那个假直播软件给他看，引导他说出14年前时的判错了。为什么是假直播？做一场真直播，让大家看清楚他的真面目。这样不行，真直播会留下痕迹，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，也会找到我们。放了我，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即便日后有人追究，我会和你一起编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。大伙儿都看见了吧？都听见了吧？这么多年，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替那些坏人洗脱罪名的。这个人就是我们五原市检察院第1检察部主任段鸿山。这个人说，这个贪官就应该杀了。这个人说，法律只保护有钱人，不保护我们老百姓。你说的不对，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。放屁！你放屁！你告诉我你是谁？我儿子琳琳就是28号死的。但是你以为的销魂，反而恰恰是留存。挺厉害啊，跟我们玩了一招灯下黑，把手机融了，放到鲁伯特之泪里，公然展示，大胆，有创意。其实到了这一步，也没有什么必要隐藏了吧？他会不会表面上看起来很温和，其实是有暴力倾向的？这个弹幕是你发的吧？既然法律不能惩罚他，就让我们来制裁他，也是你发的。这个人说，这个贪官就应该杀了。这个人说，法律只保护有钱人，不保护我们老百姓。你说的不对，法律保护所有的人。放屁！逃跑！逃不了的人是你。现在他们都可以证明，你正在绑架我。他们也知道我为什么说出刚才那些话。当初段鸿山背出这几条弹幕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是这几条呢？这是14年前别人骂你的话。这些作品真挺美的。果然，有天赋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有天赋。你为了不让梅珍掺和到江婷和张元的麻烦中，所以你先是有意的把江婷家的住址透露给了张元。为什么要帮我？只要轻轻一碰，就会4分5裂。
即使再见你，也会有他无法触碰的热泪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有一次我去找段宏山，在他家楼下看见了你和周德龙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跟他联系上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你们之间有很深的关系。后来段宏山被绑架了，我就猜到与你有关。梅珍发现这一切是你设计的，为了把你拽出来，换了手机。你为了他，他为了你。现在我们是同谋了。段主任，要出去啊？马上就走。我要去省院汇报案子。又做回董事了？从之前穿着检察官的制服，到看守所的蓝马甲，到今天又回到这里，只用了7天。7天，很珍贵的7天。我们用7天理清了14年前的事。谢谢你啊。该说谢谢的人是我。你还记不记得14年前你给李沐风做的结案陈词？时间有点久，忘得差不多了。我记得。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，也不管我们是什么职业，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，我们都有可能犯错，甚至是犯罪。因为大多数人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并不清楚法律的度到底在哪里。而我们这些司法人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本起案件，通过每一起案件的判决，让更多的人清楚法律的界限到底是什么，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犯罪，没错吧？谢谢你当时的这段话，点醒了我，也谢谢你拯救了我的人生。再见。再见。